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持续带大家来掌握。现在 G7 的峰会已经结束了，但是蛮多话题可以讨论的，包含是这画面。昨天一轮看到的时候啊，也觉得哇，川普啊，果然是川普。来看一下他进到会场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后一天了啊，迟到的时候不疾不徐。听一下他讲什么。Hello, I'm the boss. 他讲 I'm boss， 我是老板，我是老大的意思啦，这是他对其他 G7 领导者说的。好，随后呢，轻松的对施凯尔拍了一下肩膀，马克宏不以为属的问候川普说：“你好吗？”川普也回答：“很好，谢谢。”这代表什么？川普其实呢，可能觉得 G7 峰会大家轮着当主办国不以为然还是要特别的赞赏一下说。I'm boss， 我才是老大啦好，那现在在 G7 峰会，尴尬比赞自嗨遭冷落，没人合照。韩国媒体呛是自业自得，就是自作自受啦。好，川普呢在大合照的场边互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拍到独立自己站立的比赞大家呢都要离开了，感觉就很像是平行时空。好，那这个多国大家本来在热络交流之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也跟去年回归 G7 峰会时被包围的画面是截然不同，所以外界解读这个国际外交的气氛其实明显正在转变。那韩国媒体中央日报就报道说，川普多次的言论其实引发了很多的外交冲击，那更以自业自得来形容川普。好，川普有特别讲事情成了我就把功劳揽过来，如果事情黄了我就怪范斯，所以范斯蛮可怜的像这一次这个美伊战争也是让范斯去处理嘛反正呢，川普就是要找一个防火墙。那现在呢，川普谢习近平跟普京在伊朗战争的时候保持中立，那也暴露私下请托说不能要求更多了原来就是因为美伊现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我们今天也看到他正式签署了，伊朗这边也签署了，所以也代表迈向结束的中东战争。好，川普就再度感谢习近平跟普京说两个人在这场战争当中是保持中立，那指出北京没有派出大型武器，所以没有让这场的战事变得更困难。好，那我们也要开始看到 G7 峰会上面因为呢还有一个人也被大家关注，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好，我们先看到就是大家很多热烈互动，他就站在这边跟其他的元首是没有互动的。好，那就有发现说他在镜头前好像假装在跟这个马克宏聊天结果在他们国内遭到一整片的嘲讽。那甚至呢，他还有跟梅诺里就是意大利的总理有一些互动的时候，看起来是一股劲的想跟梅诺里来握手搭话，手伸出了好几次就梅诺里根本是没看到，所以呢，高市早苗还显得有些尴尬。好，那 G7 峰会谈论到了中东危机前高市早苗还深深叹了一口气。好，那现在呢，这个川普在 G7 峰会上面确实还是有称赞高市早苗说这个日本做得非常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高市早苗的嘛。那川普在 G7 峰会的会后宣称高市早苗是各国领导人当中最支持的头号粉丝他也自己知道高市早苗是他的粉丝说日本在高市的带领之下表现得相当良好。好，那川普也直接略过高市早苗跟欧布莱恩握手交谈，那高市早苗自讨没趣的离开。那大家就认为说你一下称赞这个高市早苗，一下又无视于他，是不是在玩双面手法，玩弄高市早苗的感情呢？那目前日本跟美国之间关系也蛮微妙，他确实非常希望美国力挺他，所以呢，高市早苗在这场 G7 峰会上面跟川普的互动也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好，我们再来看到 G7 其实他们有设定一些目标，包含的是稀土的合作。那主要就是因为稀土现在是中国大陆的王牌嘛，那大家都希望能够去中但是呢，会不会是失败呢？我们就来看他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希望在2030年要降至60%。
主要就是他们领导人大家一起达成了一个协议希望能加强合作，削减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那这项计划包含了调整跟整合各国关键矿产战略储备，来推行一个协调平台，扩大国际能源总署的角色。但是很多人不看好 G7， 他们觉得现在变成是 G6+1，这个1是谁呢？就是美国就是其他的6个国家是一体的，美国是一体的啦好，说在美中的贸易战之下中国去年仍然创下了1.2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贸易顺差纪录。所以呢，你看到冯德莱恩有公布2025年中欧贸易的逆差是高达3600亿欧元，相当于每天就产生10亿欧元的进出口差额，创下新纪录。所以美国驻欧盟大使在川习会之后就说，他认为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主席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会让欧洲感到相当紧张。所以欧洲蛮担心自己会孤立的好，那我们还要再对比的就是欧模拟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战踢铁板，祭出了这个艾斯摩尔的光刻机难敌稀土的反制。这是欧洲最近这个有一个桌上的模拟推演结果显示欧盟考虑限制艾斯摩尔向中国出口光刻机，但仍可能会因为成员国的利益分歧还有汽车制药等产业对中国大陆稀土跟原料的依赖，在大陆采取反制之后又弱化了立场。好，那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杨金龙他则是提出说其实他团队研发的先进光刻机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80%了，所以呢，国际占比是33%，居全球前列。好，那搭配一些相关的技术生产他说已经打破了外国光刻设备的垄断。也就是说你们要禁我没关系，我们自己国内就能够研发出来好，所以呢，这 G7 峰会话题很多嘛，包含我刚刚讲到了川普这个 boss 觉得自己是老大。我们先问介大使怎么看？对，其实这次 G7 会议可以说成果非常非常的微弱。那不是封锁，最主要大家都有自己的算盘，那各有不同的这个重点，最后很多事情就变成一个最后的一个会议的宣言把自己的想法放进去，并不是共识，感觉像是共识。因为欧洲很想借这一次川普到欧洲的时候讨论一下俄乌战争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想法。结果川普说，我们在俄乌战争我们唯一角色就是卖武器，对，他说因为俄国跟乌克兰都离我们很远，那这个就意思就是说你们欧洲人自己去解决了，我唯一的角色就是卖武器。对，你们要打的话你们就拿9000亿嘛，你们打我也没意见啦，对，你们要买武器找我就好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部分上，我觉得欧洲要跟美国怎么讲，在这个俄乌战争再形成一个共同立场，看起来是已经没有希望了。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这个这次为什么高市早苗在这些很多场合，人家故意跟他不表示亲热，原因是就是知道他现在跟中国大陆正在闹得不可开交，所以就要避着他。因为不避着他的话，他都知道高市早苗就想利用他们，然后呢表示出亲密状，表示说我们看吧，这些人站在我这一边。这些欧洲人他们搞国际政治那真是老谋深算几百年了，他知道你的想法，所以刻意就不要跟你有任何亲昵的举动。你看他找到机会了吗？都没有啊，他没有找到一个任何跟他有亲密互动的，人家基本上就是要不然脸上没有表情，要不然就是派2个人去机场给你接机，也没红地毯。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高市早苗我觉得他在这一方面表示他这个团队是很不成熟的，而且很多地方就变成很失态。我认为他的脸上表情1分钟有10个表情，从热情到失望，又到怀有希望，又到怎么样，又谄媚，又最后又怎么有点哀伤，就是他的表情太多了。对，这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政治人物。对，所以你看人家的表情，基本上你看的表情都很稳定，心里面怎么想不是要表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这个是，然后你觉得川普说你们的首相是我最大的粉丝，这是一个褒还是贬？对，
你自己首相你是你要做日本的粉丝，你要把日本的利益放在最前面。结果你去崇拜另一个国家领袖，那你会不会出卖日本利益呢？那我都强烈怀疑，其实美国现在川普对日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答应那个5500亿的投资，到底有没有新的投资方案，有没有新的计划出来？你别耍我哦。对，所以呢，上一次高早苗因为要跟川普这个见面，已经花了300多亿了，他最前面已经拿了700多亿，300多亿，现在1000多亿嘛，勉强1000亿，另外还有4500亿啊。那你要川普今天出口讲你说，哎，他这个你们的首相，我表现得很好，他是我的粉丝表现得很好，就是说一定又拿钱了。我的推测就是又拿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国际政治是极端现实的。那现在美国对于 G7 没有兴趣的话，这个 G7 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空心化。大家表演来表演去，浪费彼此的时间了。好，邱毅委员怎么看？G7 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低了。那么它现在的经济总量，如果跟1990年代的时候相比，那时候还有60%几，现在只剩下了30%几。大概等于腰斩了，它已经基本上要被金砖体系给超越了，所以 G7 的影响力小了，再加上川普这个人本来就是崇拜强者、厌弃弱者，所以他更看不起 G7 里面那6个小矮人，他认为这6个小矮人都是想攀美国的光，都是想借美国来搭桥的，都是想依赖美国的，搭美国便车的，所以他当然在里面自称老大嘛。你看看川普这个人，他面对习近平在北京，他有做自己的老大吗？没有啊，他反而保持低姿态。可是到了 G7 的时候，他就是认为他就是 boss， 他就是老大。这就是习近平啊，这个就是川普的个性。这种个性其实我也蛮喜欢的啦。非常的现实，非常的实际那在这个 G7 的一个会里面，它现在其实就是传统的7个强国在进行既得利益的协调平台，它的功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说它有没有影响力？没有影响力。可是在里面他们又邀请了一些像是印度的莫迪啦、韩国的李在明啦，还有这个泽连斯基啦，一起到场。但是里面最受冷落的、最吃瘪的，应该就是高市。那高市为什么吃瘪？其实刚才大使谈到了一点，就是高市基本上他反中反的几乎是狂热。大家不想跟他接触，因为跟他接触的话，就会被高市所连累，而且很烦。因为高市就会想说，我们结合联盟，我们一起来反华、来抗中。那各个国家现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想拉近，他当然不想跟高市接触。但是还有2个原因，这2个原因其实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已经报道过了，就是英国的首相斯塔尔想安排高市去住契克斯庄园的时候，那时候就讲啦，他说高市第一个英文能力差，所以他英文沟通能力差。第二个就是高市是个老烟枪，满口都是烟味。那高市你看看他在一个峰会的午宴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坐在圆桌上面嘛，没有人理他，大家都在两交谈那刚才韩国的媒体说，梅洛尼不理他，梅洛尼不是不理他，梅洛尼的眼光在看着谁？看着川普，所以根本没有把高市放在眼里。高市在里面犯了一个最大的错，就是坐在椅子上面，然后又跟他以前搞摇滚乐团一样的习惯，身体又扭来扭去，椅子转来转去。日本的民众看了这个画面，把高市骂惨了。所以这个时候高市已经祸起萧墙，
他的总务大臣林芳正，在他出去的时候已经宣布要跟他竞争自民党的总裁。哦，好，将军怎么看？因为这个按照 G7 来看的话，美国以前是公认的老大，那现在啊就自认老大，要强调自己还是老大，要这个样。而且我们看这个整个 G7 的这个经济总量啊，它的这个7个国家总生产是51兆美元。那美国一个人他都拿了30兆总生产嘛，那剩下的21兆，所以这个从第2到第7加起来也只不过加起来20兆，中国大陆18兆，18.3兆，我们按照这个2025年来看，那换句话说，从第2名加到第7名，那就跟中国大陆相当啊，所以这个6个小矮人加起来跟中国大陆，所以 G7 没有中国大陆，如果还要跟这个金砖来比，就是中国大陆、俄罗斯、印度、巴西，还包括南非加起来的话，那现在大家可能分庭抗礼哦，现在变成这个状况。所以 G7 我认为在稀释当中，它在世界的经济跟贸易的影响力不在慢慢的在稀释。那我们现在来看，那这个 G7 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生产成本高，所以你看他们的这个所得都已经到达天花板了，那还能够进步展的空间相对的有限，那就很容易被开发中的国家来超车。目前就是这个状况，所以他们在世界的经济贸易影响力都在慢慢的衰退，反而是开发中国家以及金砖国家，因为金砖国家已经从金砖5国变成金砖11国，他们的影响力都在扩大当中。所以我认为他们这个 G7 要有这方面的警觉。另外来看，那中国大陆怎么突破呢？中国大陆不是线性，中国大陆原则上它已经不走非线性的进步。比如说，它发展航空母舰这个弹射系统，它不走蒸汽弹射，直接就是电磁弹射了。美国是先来蒸汽弹射，稳定了之后再来电磁弹射，中国大陆不要，还有掏地直接掏了，直接跳弹。那这就变成我们讲的非线性，那非线性可能就比较快，所以它的飞机为什么第5代做完了，歼20做完了，直接准备要研发到这个第6代战机歼36，还有歼50，它就跳带，速度很快，它不要一步步走，因为一步步走那个省掉了啦，那省掉这个步骤，那就向前跳跃。那我们现在来看呢，那现在这个光刻机 ASML 不卖它，那它要自己研发，所以中国大陆的学术的产量跟学术被引用的论文数，还有它的在世界上申请的专利数，都出来了，都超过美国。那这样的话，表示说他在科研这一方面相当重视，有科研就有成果，那就会有人才，那就会说你不卖我 ASML， 不卖我光刻机，那我自己来做光刻机，而且这个良率还慢慢的增加。对，所以越被美方禁的他们其实越能超英赶美哦。之前黄仁勋就有类似这样的论点但我看起来美方还是觉得禁是唯一的这个解方啦。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好，在这期 G7 峰会上面大家除了看到各国领导人的一些互动之外其实印度不是 G7 的成员但是今年因为主办国是法国它跟印度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所以邀请印度成为伙伴邀请国。好，为什么一轮要讲这个背景呢？因为呢，川普在这个场合上面也跟莫迪见面了，但我们知道美印之间的关系其实蛮微妙之前关税的时候有一些摩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讲到莫迪看起来像一个天使。好，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讲莫迪。 So you look at this man. I'll give you a lesson. He's the most beautiful looking man. He looks so nice. He's like an angel. But actually, he's as tough as he's a killer. I don't want to. He's a killer. He's as tough as they come. But he looks so good. So he gets you by surprise. 我是不会用 angel 来形容莫迪啦因为看起来他也不是 angel 的样子对很特别。好，当然我们知道川普其实特别喜欢在别人面前夸口但是私底下常常就会讲一些不好的事情。好，但是他跟在莫迪会面的时候也有夸口说到了一些话我们再听一下。
It's a great relationship. I can tell you this, without having a contract, we don't have a contract. You have to write contract. But if they were attacked, we would be there to help them. How is that? Is that a good statement? Okay, come here, man. If anybody attacks that man, we're going to be there. Now, if there's a new leader, I'm not sure about it. If there's a new leader, I don't know about that. But if they're attacked and he's the leader, we're going to be there to help. 哦，一轮要问 ，really？ 哦，真的吗？如果印度之间有关系，有被 attacked 遭到攻击的话，真的美国会挺身来帮助吗？哈，一轮打个问号，可能是见人说人话，见莫迪说莫迪话哈。好，那川普会见莫迪啊，那甚至现在莫迪也有跟川普有提到说，这个美军之前炸死3名印度船员的事情哦，说啊，印度船员的安全哦至关重要，相信美国、伊朗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过程，要保障船员的安全。好，那川普说啊，我听说了这件事情哦，这种状况时有发生，但我们一直在共同努力。我们爱所有这些人，他们都是很棒的人。好，看起来啊是没有歉意的，而且在打一个模糊仗。但现在我们知道，印度啊在美国的战略上面似乎有一些转变，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啊从军事指挥部的名称中删除了印度的字样。甚至还展示了错误的印度地图。好，这是美国战争部说啊，他们已经把美印泰司令部更名为美太平洋司令部。好，所以印度从名称当中移除了。好，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网站上面还有一张官方的地图，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在责任区部分将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划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好，但是大家知道，克什米尔现在是由印度、巴基斯坦还有中国3方来进行控制的。所以美国到底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那也有印度的国会议员他就说啊，美国恢复太平洋司令部的名称决定，到底是不是预示着华府印太战略是更广泛的转变？那这会不会成为4方安全对话机制棺材上的另外一颗钉子？好，这意思就是说啊，情况会越来越糟齁。好，那川普的政策波动会不会削弱印太地区的平衡？那这时中国在海上的强硬姿态仍然是高涨。好，那刚才一轮讲到这个棺材钉子是一句英文俗谚，就代表彻底没有翻身的机会，没希望的意思。好，那我们就讲到，他既然把它改为是太平洋司令部，那是不是就是把重心回防到太平洋的岛链战略呢？这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啊。好，第一岛链当然就是包含了日本、中华民国还有菲律宾等等我们看到了美军指挥官，他就讲说啊，美国的这个第25步兵师在肩并肩跟萨拉克尼部联合军演当中，得以测试新的战术跟技术他说啊，这是下一个即将进行改造的部队，也就是他们正在思考从菲律宾战争当中要汲取一个转型的经验。好，那美国的这个 EDCA 发威说砸了3200万的美元来扩建菲律宾的巴萨空军基地那这是美国计划利用一个加强国防合作协议来进一步扩大菲律宾巴塞空军基地的规模，那增加这个基地呢可容纳的飞机数量，那同时要打造一个专门用于支援 MQ-9A 死神无人机的停机坪，应对的就是南海区域不断升温的矛盾跟冲突。那除了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当然也是重中之重因为美国驻关岛的全球之鹰移防到横田基地，那驻日美军横田空军基地也证实说之前驻防关岛的 RQ-4 全球之鹰无人侦察机已经移到了横田基地执行一个这个勤监侦的任务扩展东北亚区域的觉知力量。好，那美国太平洋司令机密报告也曝光说促使拨1220亿美元来抗中，所以关岛的部署既有攻击性的飞弹。好，那当然现在我们大家看到刚刚对莫迪的这番话蛮多人讨论的，我们一样先问介大使怎么看。其实很多事情不要把它讲得太复杂或太深奥，其实本来是印度太平洋 Indo-Pacific， 现在变成 Pacific， 印度突然把它除名了，我认为就是被开除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什么其实没什么变化啦，只是这样子讲起来比较顺啊，你有这个分手的时候还是会很多话故意讲的说是很客气的场面话，可是这就是分手，这就是分手，就是印度，对不起，你跟我没有那么多战略利益了，你自己去玩吧。
这个本来就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美国是太平洋国家，美国要成为印第安国家的话，对他来讲负担太大了。哎，那个是日本的一个概念，当时是安倍晋三提出来的。对，因为在2次大战的时候，日本跟印度当时没有独立的印度，还是英国人统治的印度，因为日本跟英国为敌，把英国的在这个东南亚的这些殖民地抢了很多，所以也要进一步搞印度，所以就跟印度的这些甘地啊，这些搞印度独立的人就联合在一起。那没想到印度这个果然独立了，那可是日本败了，可是印度人对日本就有好感，他认为日本人是支持印度独立的，所以他们之间有这个过去这段交易。那安倍呢，为了要把对中国大陆的围堵进一步维持到印度洋，所以就提出了印太战略。可是现在被美国否定了，就印度出局了。我觉得出局的原因，第一个跟川普的整体的这个美国的安全利益有关。美国现在是搞新这个门罗主义还有就是新孤立主义，他只要把西太平洋，不是西半球，美洲大陆过好就好了，管到太平洋都已经很勉强了，还去搞印度洋。那另外一方面，你看川普讲，这个人是一个天使，你相信他像天使吗？后面就说他是个杀手，因为要讲他是杀手，所以前面先把他讲天使，先让他就说先讲你很好，可是马上就给你一个巴掌，这是川普的伎俩。都讲人家是杀手了，可见两方的关系，个人关系就会弄得非常不愉快。而且这都是川普亲自跟莫迪打电话得出来结果，所以他们两个最近有2件事情2件大事搞得不愉快。第一个是什么？贸易谈判不愉快。第二个什么？就是现在美伊战争，两边人弄得不愉快。所以呢，我看这一次是彻底决裂分手。印度你就自己玩自己的吧。对，所以这个分手还是要讲一些好听的话啦。那当然就渣男都比较喜欢讲好听的话。邱毅委员，这个基本上政治领袖参加这种国际协调平台就看你国内的实力到底够不够让别人重视。若国内的实力强，别人就重视你嘛。为什么大家现在对高市早苗的态度有那么大的转变？就是他没有把日本的经济搞好日本的民生出问题日币已经贬到已经破160块了，而且要直奔165了。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日本的央行正在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嘛。再加上恶性通膨跟民生凋敝，所以高市怎么会被人家重视呢？当然被冷落嘛。那莫迪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安倍为什么推荐说把印度也纳入4方的安全对话？就是因为那时候的印度的经济蒸蒸日上，那所以把印度也排进来，变成印太。但是现在印度的情况是如何？我先讲导火线好了，其实就是印巴空战嘛。印巴空战，印度输得很惨。惨了以后才吹牛，川普虽然自己也喜欢吹牛，但是看到别人吹牛，他还是会嘲笑别人所以你看看印巴空战以后，川普对谁很礼遇？对巴基斯坦很礼遇，还跟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成为了好朋友，让这个陆军的参谋长在整个美伊的谈判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好。那更严重的是，印度现在情况如何？印度的货币卢比现在贬得乱七八糟，印度的恶性通膨又很严重，再加上能源的危机，现在印度好多地方它的温度已经高到48度了，都必须要装空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能源需要更多，印度本身能源不足，需要进口。那印度的能源成本提高，印度很多叫做小微企业跟个体户倒得乱七八糟的。印度现在既陷入通膨，又陷入失业，整个民生的凋敝，它的经济再加上卢比的贬值，已经从原来以美元计价的第4名掉到第6名了。你想想看，莫迪在整个 G7 里面虽然仍然被邀请，
大家会给他好脸色吗？当然不会是嘛。所以现在印度有个什么人民蟑螂党嘛，那对就代表他们其实内部的反动声音是蛮大的哈。将军怎么看？美国由这个印太司令部改为太平洋司令部，回到这个重心呢，回到太平洋。那换句话说，关岛的角色就会增加哦，因为关岛是美国的战略前沿，是个前进战略基地，也是在这二战的时候，这个美国拿回关岛之后，它的里面上面有4个机场，现在4个机场里面呢，一个是这个国际机场，一个是安德森空军基地，另外2个呢停用，我认为这2个的停用的这个军事基地，可能将来会做开发，是这大量开发给机场也好，或者开发成这个军事的要塞也好，这个可能性没有，因为关岛540平方公里，大概是4个金门那么大，大不大？够大了，人口很少，人口只有17万人，那它又有将近150平方公里啊，是军事用地。所以不用征收，就是军事用，你可以用啊。所以关岛将来美国可能会在这个地方来大肆建设，因为它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太平洋，这个非常的清楚。然后这个也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可以停在关岛做休整，也是一个标准的深水港，也在关岛。那将来要这个，我认为它是从3方面整建。第一个，我认为它的攻击型的飞弹会部署在那个地方，不是光只是反手，攻击型的飞弹呢？大概要中程到长程才能够涵盖附近的周边地区的这个打击半径，因为攻击是最佳防御，美国一定也知道，美国也不会说一直在关岛设置的是防守的兵力，一定是攻势的兵力会放在关岛。那第二个，我认为关岛会变成，因为既然是个军事基地，它的反导系统，包含它的萨德，包含它的爱国者，也包含它的标3反弹跟标6的反弹飞弹会在关岛做加强部署，甚至以色列所研发制造的铁穹系统，我认为它也会增加在关岛做最后的进破拦截，交给铁穹系统，因为这是美国向以色列引进的，我认为会在这个关岛来加强它的部署。第3个，我认为就是美国的这个陆战远征军，就是海军陆战队，他从日本撤出来一部分之后啊，放到关岛，那会放到关岛，海军陆战队是属于打击的部队，那放在这个地方呢，随时可以保持机动作战，是要往日本推进呢，还是往菲律宾推进呢？它可以做灵活的调度运用。所以感觉关岛接下来会变成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地方。对所以呢，这个感觉第1岛链、第2岛链目前这个美国的重心已经开始又转回到这个区域，好，也就是所谓的太平洋。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再来看到，现在因为中国大陆军事发展力量崛起所以我们先看到的这个是随着歼20的隐形战机队规模的扩大，那现在呢，中国的空军超越了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2大空军。好，这是开源军事航空评估估计说中国现在拥有是2000到2500架的作战飞机，分布在大约110到130个战斗机的编队当中，这使得中国空军在数量上超越了俄罗斯。那同时以美国以外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工业规模来加速了质量现代化当然就是对美国的空中过去想到的优势构成了个挑战。好，歼20的隐形战斗机呢，现在说中国预估大概是200到300架可以投入使用。那当然它的年产量可能很快就会超过100架了。那歼20的这个隐形战斗机则是不好意思是歼35的隐形战斗机，包含是陆基型跟舰载型的歼35都将投入使用。那加强中国未来航空兵的战略。那这可能是会打造继美国之后世界第2大第5代战斗机的生态系统。那还有歼16战斗机嘛，还有歼10的
系列战斗机，那这个预估上来大概是450架的歼16战斗机跟550多架的歼10系列的战斗机，构成现代化作战航空骨干力量推动了战斗机群的优势。所以中国解放军呢正在重塑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那当然就是希望缩小跟美国之间的差距。那其实呢，中国的廉价战机说在每场交尾对抗中其实皆击败了欧洲的台风战机，所以全球的买家都非常的拭目以待。我们看到多年来西方一直是把中国战斗机视为是二流产品，然而呢歼10 C1的战斗机在全部9次的模拟空战当中击败了欧洲台风战斗机，他们的霹雳15飞弹也在2025年印巴战争当中的实战经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所以很多全球其他国家也都看到了所以呢，中国也利用这些战果向全球买家展示他们的实力，那对西方、俄罗斯、欧洲的武器出口构成了持续的挑战。那现在有个最新流传的影片是说中方的这个R6000的倾转旋翼无人机已经进入到了自由飞行的阶段。那这个是继先前细流悬停测试之后的一个重大进展。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到美国美国现在呢 AIM-260的导弹射了265公里入翼说花了11年只追平了中国的旧弹。哇，真的这么糟吗？我们来看一下内文说美国的新一代远程空对空的导弹就刚才讲的进入到了测试性的服役阶段外界对于这个超视距空战的能力讨论明显升温。那美国军媒就暗示说这个最大射程超过了200公里，性能全面领先解放军的霹雳15，但是领先的就只是霹雳15而已这是一款2015年前后这个生产的空对空导弹，所以大家就说，换句话讲，就是美军花了11年时间才终于赶上了2015年解放军就已经达到的水准。那2016年中国曝光的霹雳17分析就认为霹雳17的射程是400公里，那是当今世界射程最远的空对空导弹那当然就是有一些差别了。好，那近160国现在表态力挺中国大陆发布了全球治理的白皮书，希望共商共建来共享。好，那中国现在也在思考北京要打造成新华盛顿，习近平在最近几周都会迎来一位新的外国新贵宾，包含你可以看到5月有很多嘛，川习、普习还有巴基斯坦总理武契奇等等。6月还有巴西外长英国的外交大臣，还有辽国的国家主席，以及15号的缅甸总统确实现在这个习近平会见的人很多，那大家也都想跟中国有一些交流。那我们还是要看到空军这部分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海上优势感觉美军也是渐渐的式微，现在好像连空军都不再像美军以前这种霸权了。我们先问介大使怎么看？对，中国大陆现在这个主力战机看起来就是歼20跟歼35了，而且歼35已经变成这个航母的舰载机了。而且最近的消息是说，它不但能够用弹射起飞，也可以用滑跳起飞。也就是说它在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大陆2艘是所谓弹射起飞嘛，一艘是弹这个2艘是滑跳，一艘是弹射，所以这个歼35可以在这3个航母上都可以起降，那这个就变成它的这个弹性运用的范围就更大了。那歼20的话，事实上我看了一下外面的这个给它的统计数字，大概是已经到350到400架，所以数量也相当的大了。所以这个是属于5代机隐身战机。而且2023年的时候现在它的引擎都是自制的。那2023年外面有个传言，就是说它的这个引擎从涡扇10C提升到涡扇15，它的推力又增加了这样大概4000到5000磅，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性能一直往上走。那不过最重要的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武器有一个特色，就是纯国产。过去大陆的战斗机有很长一段时间，它的心脏就是引擎有的还用2制的，甚至还有买这个劳斯莱斯的依赖外面的。可是近10年来，中国大陆国产引擎已经大概全面都换装了，所以就自己的纯国产的情况之下，这个作战的时候消耗大的时候，
少一辆就制造一辆出来啊，不需要没有别人卡得住脖子啊，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啊。那而且都是隐身的战斗机，那所以我说中国大陆就是说平常也不太讲，可是为什么国际影响力一直往上走？川普到了北京，对，7年前跟7年后态度完全判若两人了，就跟这个武器的装备跟它的性能跟它的数量绝对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对，所以整个军力的发展也是一个国家兴盛的一个关键了哈。好，因为有关于空军的部分，我们当然就是要请教将军怎么看。因为中国大陆这个战机的生产的速度快它是用它把它整个在场战里面在生产飞机跟以前的模式不一样。以前的时候是这个站一个站，然后是这样来推进，它不是，它把飞机的机身安在滑轨上面。你的滑轨这个会走，这脉动生产线，脉我们这个脉搏脉动，它是跟那个跑，过去到我这一站的时候，反正我人不动，你飞机过去，我就装好之后要到下一站，所以它是这样子在轮动在跑，这样轮动在跑，它要有脉动生产线，你要有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你要有个自动引导车，你这个时间呢，你每一站的时间呢，很简单，3个小时就3个小时就过去了，你3个小时要完成的公式，你的工项要3个小时，每一个人的工项都3个小时。如果有一个4个小时，那卡住了，所以他要精算，你这个大概做这个工项就是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这滑轨就过去了。你又来个新的，你又装你的这一个，比如说你是专门装无线电的，你就负责把无线电都弄好，到这一站下一站就是另外一个。所以这个它的工序有些东西它的有先后次第的你不能装反之后你还要卸下来再装上去，再装上去，不可以，你这样的工时浪费。所以这个脉动生产线它很强的，有个自动引导车。第二个，智慧机器人出来了，所以你感觉到，这怎么都没有什么人啊，人力减少80%，为什么？被 AI 取代了 ，AI 在做 ，AI 比人快，而且 AI 比它标准化。你要知道 AI 画那个图画那个圆比你手画的圆要快要标准，因为这是 AI 在做了，所以人力节省2%，所以速度变快了。第3个就是联网。你哪个东西你用哪些零件它那个网络就跟你那个扫那个 QR code 那个扫码，你就知道。你拿到超商去买一个面包，你知道超商去买个什么东西？他那个已经少一个面包，他少一罐饮料了，他都知道，他数量控制的好清清楚楚。那这个他的补给线就给你掌握的清清楚楚，那个电脑上面看得一清二楚，哪个地方要做补充的时候，电脑已经亮红灯了，这个数量已经用的差不多了。是所以这个脉动生产线是这样，所以大概平均3天就会出来一架。哇，这么快！3天，那1年360天，最高产量1年可以产出120架飞机。你说它为什么？感觉到怎么那么快啊？因为它是脉动生产线啊。以前是到站生产线，就我到这一站我来弄，很慢，然后再到下一站。那这一站工时可能是5个小时，那一段工时可能3个小时。那这样的话没有办法拉平，要拉平工时拉平，这是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工序这是一个企业管理也很重视的。你要拉平了。那中国大陆把它拉平了，那拉平就是一个要做 AI 做管控，所以你要注意到这个变成格式化。另外我们讲了飞弹，霹雳15可以，它外销，中国大陆外销霹雳15外到其他国家是打140公里，它自己可以打200，但是它外销会降级，它不要卖最好给你，万一被破解了，你做的是最好的，那我被你破了，那我的智慧财产不是就没了？是这样，合理啦。对，那他现在。那外销我判断它也会降，也会开放，因为卖了140之后，别人可能会提升，说我要性能提升，我要买200的，那200后就变成美国的 AM26栋，因为我们现在所买到，还有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包含日本跟韩国都是买的 AM12栋 ，AM26栋才刚刚出来啊，那要进入量产阶段才能够卖，先满足美军的需求，美军又分3军，有空军要用，海军乱队有做。海军也要用啊，海军乱队也用，3军，陆军没有，陆军不用，陆军都是直升机，所以先满足美国的，所以美国在这个飞弹这方面研发 AM26栋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最后面就要比飞弹的抗干扰能力，抗干扰强不强？不干扰弱，出去了会被人家电子战一反制的时候，这个飞弹就迷失了，因为飞弹有全主动还有半主动，大部分都是半主动雷达导引。那被干扰掉之后，它雷达抓不到目标。那我判断，在去年2025年的印巴空战，中国都要拿歼10星打这个霹雳15去
打这个标风战机的时候，它的可以验证出来，标风战机不会傻傻，一定有电站干扰。但是问题是霹雳155的抗干扰压过你的抗干扰，实际上就对着那个标风战机过来，不然印度的标风会傻傻的让你在那边打吗？还会不知道吗？绝对知道，但是问题是干扰的效果有限，可能到最后面呢，已经进入它的包络线的时候呢，都还没有干扰成功，那就直接打到飞机。我判断去年2025年的状况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以后比的是比抗干扰能力如何。对，所以这一场战役其实也让这整个霹雳155的这个优势给大家看到了嘛，所以才会说全球的买家都在拭目以待。好，那我们要问邱毅委员怎么看？我在10几年前遇到大陆军方的领导人物，他那时候跟我讲，他说大陆的解放军的陆军跟火箭军大概世界第一，可是海军跟空军恐怕要20-30年才能够赶上美国。但是现在只有10几年的时间，海军其实军舰船像下饺子一样，已经跟美国并驾齐驱。而空军的部分，我们先谈5代机好了。在5代机里面，最近福特号，美国的福特号，它的 F-35C 要电磁弹射还失败，所以最后只好用 F-18的大防空来替代，它的战力大幅度减损。可是就中国大陆，就解放军来讲，它的歼315的舰载机的部分，它在辽宁舰，它在山东舰、福建舰，它都已经完全成功了，起降成功了。也就是不管是滑跃的飞行，还是所谓的电磁弹射，它基本上都成功了。而刚才大使也讲到了，它的基本的歼35跟歼20这2个5代机的典型，现在已经快要成为解放军空军的主力，所以已经不是过去的歼10或者歼16，它已经升级了。所以当台湾还在吹说我们进来的 F-16V 是地表最强的 F-16，但是 F-16是4代机，现在有代差刚才讲的是5代机，而且接下来他们还有6代。对了，那接下去6代机那个差距就出来了。歼36成飞的，歼50省飞的，都已经基本都已经现在已经展示出来了。再加上还有一个西安的飞机制造厂西飞的，大概歼多少还没有定，它基本上也是5代机。而美国的5代机到目前为止，只有波音在生产的 F-47，到现在连门都见不到，还缺稀土的供应。好，那至于那6代机，那以后的发展，那基本上刚才讲过了，6代机整个解放军的空军恐怕已经超越了美国的水平。